飞燕，我们才来到穹苍1个多时辰，幻圣殿就已经派出这么多的眼线。飞燕那心思非同小可。我先去找我师尊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，师尊正要拿你，我不能让你去紫头罗网。如果我不随你去，你师尊会放过你吗？无极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若是你舍弃自己的性命，去换我的命，我是绝不会答应的。我希望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能一起面对。就这一次，我要你听我的。我师尊虽然严厉，但却是个胸怀磊落、心怀天下之人。若是他能找到方法解决这个危机，定然不会伤害无辜的人。那如果别无他法呢？我也会想到办法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如果真的到那一天的话，我希望你可以亲手杀了我，然后在我死后呢，你要肩负起责任，保护好五洲。我告诉你，明日西天的长庚星升起之时，我会回来。再说一次，你会在这等我？我等你。等我。长青殿与幻生殿已有100年不曾往来，殿主今日前来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吩咐？妖女已入穹苍，你说这是不是要紧的事情？依我所见，捉拿妖女刻不容缓，应当及早动手才好。这么多年来，长青殿为维护苍生、寻找妖女，也未曾与幻生殿提及此事。今日他已入穹苍之境，恐怕
也用不着您来过问。此话不假。当年穹苍大战中，你幻生殿和地飞天勾结一气，残害苍生。虽然最后悬崖勒马，幡然悔悟，但你们已经犯下的罪过，穹苍不会轻忘。长老虽说的有道理，但是你也别忘了，当年正是我们幻生殿提出用玄灵真液与邪石相抗，方才能在战时转败为胜。论及功劳，我们幻生殿自然有一份，您不能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这是寻常之事。可今时今日却是五洲天下的生死存亡之际，难道我们不该摒弃前嫌，以天下苍生为重吗？据我所知，你这些年也一直在暗中搜寻妖女去向，难道没什么别的用意？穹苍安定，我幻生殿方才安定，这便是我的用意。当年我幻生殿误入歧途，仙域尽失，如今我所做的一切，自然是在弥补先祖犯下的过错。苍生有难，我幻生殿也应该担当一些了。若如此，再好不过。只是妖女之身事关重大，我长青殿早已做足稳妥安排，还是不劳殿主费心了。这长孙无极可是你长青殿之人，而这长孙无极还想丢掉五洲的生死，保妖女一条性命，这就是你长青殿的稳妥安排。你再三推阻我幻生殿的过问，难免让人觉得你是爱护徒弟，有意袒护呢。妖女之事事关苍生，我天机断无私心可言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你长青殿的高徒与妖女终日厮混，形影不离，不惜忤逆穹苍律例，施法为其隐藏行迹？长孙无极与这妖女相识已久，本有无数的机会可以铲除祸患，而如今这妖女非但没死，还在你长青殿的相助之下，破除层层封印之阻。事到如今，大患已成，大乱将至。而这些，您都是知道的。为何没有听到长青殿提及此事？逆徒被妖女迷乱心智，我早已下令令他动手铲除祸患，甚至还启用了穹苍惩戒之术。如今无极已亲自将妖女带入穹苍，还请各位长老再给他一个机会，以观后效。先前不为之事，如今又岂会轻易变了心思？难道你就不怕他再起包藏之心？此人到底是长青殿早就定下的继任之君，又深得殿主的偏爱。倘若有意徇私，旁人怕是也说不得什么。一派胡言！我长青殿向来磊落，自始祖长青子传业至今，所做一切都是为了五洲天下，哪里容得下你在这里轻言放肆？怕是您误会了，我并非有意得罪，只是那个长孙无极已被妖女蛊惑，而你们师徒素来情义深重，我是怕有人加以利用，蒙蔽了殿主的眼睛。倘若您一时心软，轻饶了这逆徒，枉费这毕生的修为不说，还会将这整个穹苍与五洲牵连进去。到时天下大乱的时候，您这长青殿可真当要该背负千秋万世的骂名了。如今正是五洲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任何人都不能逆天行事。他虽是我最看重的弟子，但倘若真的袒护妖女，那便是与长青殿为敌，与天下为敌。我天机断然不会姑息。殿主，您真有这番决心便好，如此自是五洲天下的福运。我穹苍各位长老也终是能安心了。
师尊的心思，他们怕是还不明白。他们当然不明白，我要的是妖女活着，而他们却是要她死。这本来就是两条不同的道路。为了复活地飞天，我幻生殿等了1000年，盼了1000年。长青殿的那些腐儒们，怎会明白我的心思？若是得不到长青殿相助，师尊岂不是白跑一趟？哼，长青殿不过是一处被高看的旧日琼楼，让一个妖女归顺而已。我还不需要假借他们之手。只是那个长孙无极过于碍眼，护在妖女身边，终究是个大麻烦。师尊是要借长青殿之手除掉他？哼！长孙无极对妖女一往情深，一路以来都护着她，自然不会让妖女落入我的手中。刚才我费了那么多口舌，不过是逼迫天机应下他该做的事情。长青殿出了逆徒，自是由长青殿出手严惩。这样一来，有人帮我拔掉这个碍眼的长孙无极，对付区区一个妖女，我有的是办法。你说话不算话！明明说好了我帮了你的忙，你就答应和我好好打一场。你一直缠着我，真的只是为了比试吗？你简直是……对你太纵容，闹够没？希望下次见到你，别再那么任性。那个扶摇就是你要找的人，以后别在他面前出现了。你将来死在他的手里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妍儿。是。妍儿，你要记住，这世间最无意义的，就是感情二字。是。长青殿弟子长孙无极，求见师尊。你终于回来了。是。弟子回来了。那个妖女呢？扶摇她，并非妖女。你还想为她庇护到几时？无极，你忘了你的身份，你的使命了。弟子不敢忘，只是人命关天。弟子想请师尊应允，给扶摇一线生机。逆徒，都这个时候了。你还要为这妖女辩护？无极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穹苍律例，忤逆师门不尊者，违逆，当以极刑。你既然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便休怪为师无情。弟子明白，愿受穹苍九幽幻境之惩罚。只是穹苍律例有言在先，四境之声，流于无形。一旦受罚者安然得过，无论是何等身份，都将受神殿礼遇，并得长青殿一诺相助。还请师尊不要忘记。
你竟敢提穹苍律例！好，好，不愧是我的好徒弟。那就让我看看，你这10年的功法究竟过不过得了这九幽幻境？师尊，得罪了。长庚星升起，明日，西天的长庚星再次升起的时候，我会回来。元宝，无极说长庚星升起的时候，他便会回来。可如今，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能不能让我去找他？元宝，如果无极出了点什么事的话，我也不会一个人苟活的。我求你了。求你了，你带我去找他吧，元宝。师尊，我本不应如此对你，可这非常之时，只能用此非常手段。无极，告诉我，妖女何在？师尊，我们穹苍总说心怀天下，可这天下却要依靠一个无辜女子的性命来救。徒儿想问您，弟子修炼那么多年，有何用？我们穹苍又有何用？我不和你辩这些，说，你把妖女藏哪儿了？师尊，非要不是妖女，她行侠仗义，她心怀天下，却要因为一枚五色石而枉送性命，这不公平啊！这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。可也许并非只有置她于死地这一条路。就到古籍上，还有许多早已失传的上古神力。无极只是想
恳请师尊答应我前去寻找，也许能够给扶摇找到一条生路，也替穹苍、替苍生找到一条生路啊！你以为为师没想过这些吗？可这五州天下，只有用他的性命而祭，别无他法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徒儿不信。逆徒，你当真忘了自己的身份？自打徒儿爱上他那一刻起，就已决定放下所有，过去的尊贵。自恃的骄傲，不值一提。徒儿早已立下誓言，就算此生豁出性命，我也要一生守着他，护着他。今生、来世，他在。我便在。甚至不惜与长青殿为敌。师尊，徒儿要护着扶摇，一生周全。我这一身功法，皆来自于长青殿。世人如山，永不敢忘记。可今日为了扶摇，徒儿必须用一师尊。无忌，自知罪无可赦，这一身功法，看望师尊收了去吧。这是你逼我的。这禁锢神法能破一切内外真力，我长青殿已700多年不曾启用。无极，为师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。妖女在何处？说不说？说！你看上我了？我喜欢那个明朗的你，我不想你被世间的磨难磨掉那样的光鲜明亮。是我不好，我没能守护好你，没能为你遮挡世间的腥风血雨。丫头，我想要给你天下，我想要给你五洲，我想要让你成为这个世间最快活的女子。若是你想飞，
我给你天；可是你的想跑，我给你草原。穹苍，不是说去长青殿吗？你是说上了这里便能见到无极？扶摇，扶摇姐姐。你们怎么都来了？这里还真不好找啊，多亏了元宝引路。你们都知道了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不和我们说一声？无极现在何处？他只说去面见师尊，可到了约定的时辰，他还没回来，我很担心他。那便一起去找吧。穹苍圣地，总该有个让人说话的地方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去找无极。扶摇姐姐，我们走吧。不行，穹苍幻境，处处都太凶险，我不能连累你们。我们是朋友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正因为我们是朋友，我才不能让你们跟我一起受苦。如果这是我跟无极注定的命数，我应该跟他共同承担。哎，还有我呢，小心！你们。怎么是你？不，太阳，太阳，住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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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师尊身上的成见，你帮不了我。不但如此，你还会失去你的命。不值得。早就知道长青殿为了抓你要倾尽全力，早就知道他们不会侵扰你，为何还要选择在此时回来自投罗网啊？他们为了抓我倾尽全力。也好，这样扶摇也能少受一些苦痛。既然我改变不了他的命数，如果能帮他多扛一分，便多扛一分。你到底还要为他付出多少？便是这大好的河山不值一顾，难道你连这条命也不珍惜吗？和他在一起，需要下地狱吗？如果是，我去。纵使你有天大的本事，又如何能与整个穹苍相抗？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可是若想在这里博得一丝机会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你是要？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，不行！你我自有学习穹苍功法，
自然受制于穹苍之力。唯有废除这一身功法，才有一些生机。不行！倘若不是师尊设下如此惩戒，恐怕也是难能如愿。此法凶险，千百年来从未有人真的做到过。这里是9天之巅啊！你此时要抛弃毕生的修为，等同于去送死，你这是要拿命去赌啊！拿命去赌，要报扶摇的命本来就是在与天对斗，若能成，此生便能与他一起；倘若不成，还能与他同居，破而后立，死而后已。我长孙无忌，此生无憾。看这阵势，店主当真是动了肝火，连弑神钉都用上了。那个长孙无极原本笃定是长青殿的继任之选了，如今竟为了一个妖女，公然忤逆，要与穹苍为敌。就算是长青殿想饶了他，其他各门的长老也不会答应啊。那可是9天之巅啊，这样要命的地方，再加上弑神钉，即便是神般的武功也难逃一死。何况更难面对的是比死还要难挨的疼。9天之巅是什么地方？九天之巅就是无念山山顶。9天之巅在穹苍被称为神吼之地，亦是天神处落，亦不堪其苦。如何才能去？你们去不了的。这一路上处处都是穹苍精兵，倘若没有师尊点头，你们绝不可能活着到达山顶。就你话多。真的要从这里上山吗？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站住！只要留下妖女，其他人我可保他不死。菲儿姐，你先走。您先去无念山巅，这里交给我们。我怎么能抛下你们呢？你先去，我们速速就来。快去吧。相信我们。谢谢你们，等我回来。你要找的东西，我帮你找到了。先前你独闯山门，与众人交战之时，我偷偷潜入长青殿暗室，终是寻到了此物。你想要得两全其美的法子，也许他能告诉你。没用的，是做长青子最看重的遗物。只有长青殿的嫡传弟子才能打开。可是，你没事吧？嫡传，
清殿嫡传弟子，长清殿，血，什么？用我的血，用我的血，把镜子，用我的血滴在镜子上。有无始，有无生。有无生，有无终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有无始，有无生。没想到我所求的两全其美的法子，竟然只有这寥寥的一句话。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如果当真再无他法，那便有这最笨的法子。太爷，不要，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就算你今日断了这噬魂钉，也会连累其他人。我不会让你这么做，你听懂了吗？你顾及着我的生死，他的生死，所有人的生死，你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想想？你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想想？我从来就不是什么无私的人。我爱扶摇，为的都是自己的一己之私，可却连累你们身陷险境，生死一线。说来，为的都是自己的思念。喜欢原本就是自私的，不是吗？有无始，有无生，有无生，有无终。有无生，有无终。你想，不要！如果这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死局，若是天意不能改变，那我便随他同去。无极如何了？已是9天寒冰之刑，常人至多半天就会求饶，未成想师兄竟生生的扛了下来。逆徒，你们好生盯着，一旦有什么，马上禀报。弟子明白。此时最要紧的，还是赶紧派人擒住妖女。真要是让她闯入我长青殿，该成何体统？没错，眼下封印蠢蠢欲动，若再不降住妖女，恐怕局势将会失控了。但是无念山绵延千里，如何能知道它的去处呢？必然是冲着9天之巅去了。他会去找那个孽徒。既然他主动前来，也休怪为师无情了。妖女现世，必须得死。怎么办？他们又来了好多人。
你们去救扶摇姐，这里有我。不行，一个人太危险。我能守住这座桥的，实在打不过他们，我就将桥绳斩断，阻他们的路。你们快去！我和你一起留下。但扶摇姐更需要你们，一直以来都是你们护着我，这次让我来护着你们。小七。 要活着！